奥特曼只管打怪兽，却全然不管善后，竟将一头500米的怪物尸体留在了人间。如今尸体已经开始腐烂，对水质造成了严重的污染。再这么下去，人民的正常生活将会受到影响。如何处理掉这个庞然大物，成了日本当局的当务之急。计划 A 简单粗暴，直接将怪物炸成骨灰。可在尸体腐烂过程中产生的气体越来越多，甚至已经膨胀出红色的巨大球体。特战队用工具戳了戳，下一秒。发臭的血水直接将队员们泼成落汤鸡，随之而来的臭气更是辣到睁不开眼睛。仅仅是一小部分的爆炸就有如此销魂的威力，一整个尸体都被炸开的话，那破坏力堪比3颗原子弹，挥发的气体足以覆盖日本全岛。而且科学家还在尸体上发现一种新型菌丝，人一旦被感染，身体很可能会发生变异，所以计划 A 宣告失败，并提出了 B 计划。既然没法毁掉，那不如就把它留在原地，将其打造成大日本帝国的特色景点。说干就干，首相在新闻发布会上谎称尸体纯天然无公害。为了满足各界人士的好奇心，政府大发慈悲，决定对外开放，并给尸体起了一个十分文艺的名字——希望。原本泡菜国一直担心尸体发生爆炸伤及自己，可一听到要建立景点挣钱了，立马站出来表示这是从泡菜国走出去的怪兽，所以尸体理应也是泡菜国的，立马向世界文化组织申遗。此话一出，日本首相急了，他真急了，当晚就派人去实行怪兽尸体改造计划。整个过程也十分简单，只要在怪兽的体内钻几个洞，再挂上缆车就能营业收门票了。然而电钻刚扎进去，计划 B 失败，泡菜国连夜撤回了申遗。紧接着计划 C 也已经就位，既然玩火不行，那就来冰的，用冰冻液将尸体冻起来，这样它就不会再继续腐烂了。然而这看似十分靠谱的计划，却让全日本陷入了更大的危机之中。按照 C 计划，喷上液态二氧化碳进行冰冻，可他们还是低估了怪兽的破坏力。在尸体表面喷上液态二氧化碳后，尸体里的温度瞬间升高，皮肤表面刚形成的冰全部融化，方圆百里下起了暴雨。原本膨胀的红色大包越来越大，眼看就要爆炸。为了降低危害，特战队只能申请人工扎个小孔放气。可政府官员被这场面吓傻了，根本不敢再做决定。就在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，红色的巨大气球再也承受不住压力，爆炸时产生的气体瞬间蔓延，不仅日本当地臭气熏天，就连隔壁的泡菜国也没能幸免。这下好了，人家不仅不申遗，甚至公开 diss， 质问日本政府这酸爽的味道到底从何而来。首相的智商再次上线，一本正经的说，这不过是银杏树叶的味道。银杏树叶不乐意了，我承认我的味道像排泄物，但也不至于这么大威力啊，这一锅我不背。日本政府一刻不敢耽误，连夜研究，很快就推出了 D 计划。D 计划主要是为了将怪兽体内的气体释放干净，可这种做法危害极大，一旦臭氧无法分解气体，那么毒气会瞬间扩散，到时候全球人民都要跟着遭殃。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计划立马被驳回。与此同时，一位自称是爆破鬼才的人提出了 E 计划，他认为应该将尸体周围的水坝炸开，这样水就会将尸体腐烂的内脏等物质冲走，气味就能被压制住，之后再往里添加各种化学药品，把自己家门口的水净化干净就行了。如果不小心污染了其他国家的水域，那就只能证明他们比较倒霉。这计划很符合日本政府的口味，而且实行起来得心应手。毕竟熟能生巧吗？镜头一转，特战队队长小新带领爆破鬼才来到现场，他们很快研究出了轰炸水坝的方案，并成功实施。水流如泄洪一般灌进了怪兽体内。见状，大家十分兴奋，说不定水流再给力一些，直接就能将尸体冲到公海里，那么到时候就不归他们管了。下一秒，幻想就被打破，水流不仅没有冲走尸体，甚至还将其打通了。红色气球里的毒气被释放并迅速扩散，E计划也宣告失败，冲出来的粘液将特战队员淹没。几天后，他们的身体就发生了可怕的变异。男人身上长满了蘑菇，看起来十分下饭。这种奇怪的病毒目前无药可医，一旦感染就只能等死。要怪就怪奥特曼只管打怪兽，不管善后。500米高的怪兽尸体发生变异，产生了这种病毒，如何妥善处理掉尸体成了目前最大的难题。一直在暗中观察的狗则提出了终极 F 计划，和 A 计划有异曲同工之妙，用小型导弹炸开的同时，又能将危害降到最低。在我们一般人看来，危害降到最低这种说法十分苍白，但日本首相可不是凡夫俗子，他果断同意实行计划。
而谁将导弹放到尸体里呢？狗子早就有了人选，那就是队长小新。原来他们早就认识，而且关系不一般。2年前，狗子也是特战队的，两人一起执行任务时，小新撞上了一道光，接着就不见踪影了。可没过多久，他又出现了，无论怎么追问，他就是不说去哪儿了。狗子可不是一般人，他猜想小新一定是被光选中的男人，或许只有在被逼到绝路才会变身。导弹成功发射，小美虽然是狗子的老婆，但内心却爱着小新，她对狗子破口大骂，随后飞奔跑到现场，想救出自己的老情人。可惜为时已晚，就在小美以为小新嗝屁时，一个巨人出现在眼前，他帅气的拖着怪兽的尸体离开了地球。是的，狗子猜的没错，好兄弟不仅送给自己一顶绿帽子，而且还成为了被光选中的男人。这下老婆小美估计彻底沦陷，自己也该退了，将丈夫的位置留给真正的主人。本片完，看到这儿我就不太明白，小新既然是奥特曼，他为什么不早点出手呢？难道奥特曼变身是被动技能，只有危急关头才能触发？虽然我不理解，但我大受震撼。尽管这部电影情节荒诞，特效逼真，但我仍愿意浪费2个小时去观看。你要问我为什么，那我只能说里面的某些情节讽刺了政府现实的奇葩行为，比如将尸体排进公海的剧情，相信大家都懂那是在批判什么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有想法的小伙伴欢迎评论区留言，喜欢视频的朋友记得点赞转发，关注洋葱，带你走进精彩的电影世界。